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周五故事会。我们继续那个萨博的三部曲。如果你是第一次看这个系列呢，先用30秒的时间带你认识这个人，那个萨博，一个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的名字，但他可能是加密世界里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在1998年就设计了比特币的前身 BitGold， 在90年代中期就提出了智能合约这个词儿。甚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怀疑他就是中本聪本尊。当然呢，这个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他和币圈的那些高调的明星相比，萨博选择了完全相反的道路。他几乎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之外，只留下了思想。上一期呢，我们从一个技术新人 Tom 的视角讲他如何成为比特币的隐身教父。Tom 在一次会议上偶然遇见了萨博，亲眼见证了连以太坊的创始人 Vitalik 都要对他表示敬意的场面。今天的这期呢，我们要讲一讲萨博的第二重身份——智能合约之父。这里呢，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当你听到智能合约这个词儿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猜很多人想到的是眼花缭乱的 DeFi 的挖矿，或者是天价的 NFT。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那么这里边就会有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如果合约能够自动执行，那它执行错了怎么办？你该找谁？找法院？找项目方？还是只能被迫的接受代码说了算？这个才是那个萨博真正想解决也最警惕的地方。他想自动化的不是金融，而是规则以及规则背后的信任成本。而 Tom 呢，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发现，他以前理解的智能合约可能从根本上、从根儿上就错了。会议结束以后， Tom 还是忘不了那个下午，忘不了那个坐在他旁边连Vitalik都要肃然起敬的人。 Tom 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好奇心，他开始疯狂地搜索萨博曾经写过的所有的文章。然后他发现了一件让他头皮发麻的事儿：萨博不只发明了比特币前身 BitGold， 他在90年代中期就已经提出了智能合约的概念，比以太坊整整早了20多年。那是一个什么年代呢？ Windows 95还没有发布，大多数人拨号上网的时候，先听到的是滋滋滋的猫叫声，而萨博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人与人之间的约定能不能像自动售货机一样投币、验证、交付，不用中间人盯着，也能照样完成。Tom 打开了萨博关于智能合约的早期文章，开头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例子：自动售货机。Tom 的第一反应是，就这也太简单了吧。但他继续读下去，困惑开始出现了，因为萨博写的好像跟今天赚钱的玩法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讲的不是怎么发币、怎么挖矿、怎么去炒 NFT， 他关心的是更加朴素、更加现实的问题：怎么去确保对方会按时的付款？怎么保证商业的秘密不被泄露？怎么让违约这件事儿自动发生代价？说白了，他想解决的不是怎么发财，而是怎么把合作做得更加省心、更加便宜、更少的去扯皮。他们越读越觉得不对劲，原来智能合约不是为了创造新的赚钱的机会，而是为了节省我们原本就要付出的协作的成本。Tom 这才意识到，也许他从一开始就误会了智能合约，而 Tom 的困惑其实也代表了很多人的误解。我们以为智能合约是金融创新的工具，但萨博真正想改变的是人类合作的方式。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有了不需要银行的数字货币比特币，那能不能也有一种不需要法官、不需要仲裁、规则也能够自动执行的合同？而这个想法呢，要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也更危险。让我们跟着 Tom 一块儿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智能合约的世界。要理解那个萨博为什么会发明智能合约， Tom 得先看清一个现实：我们呢，现在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有信任摩擦的世界。什么叫做信任摩擦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为了让陌生人之间敢于合作，我们不得不支付的隐形的手续费。
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场景：你想要从香港飞到纽约，你需要信任什么呢？你需要相信航空公司不会乱来，不会随便的超售。你需要相信飞行员训练有素，状态好，不会拿你的生命去冒险。你需要相信机场安检不是摆设，你需要相信民航局的监管制度它是有效的。每一个环节的信任都是有成本的。航空公司需要建立客服系统来处理投诉，飞行员呢需要定期的培训和考核，机场需要投入巨额的资金去建设安检的设施，监管机构需要庞大的官僚体系来运行。所有的这些成本最终都会转嫁到了机票的价格上面。或者想想现在的一个例子，你把一个游戏的皮肤卖给一个海外的网友，你担心的是什么呢？你担心平台会不会去挪用你的资金，你担心对方会不会买完就退款来骗你。于是呢，平台就必须去雇一堆人去审核、仲裁、处理纠纷。结果呢，你卖100块钱，平台抽走了30块钱，流程可能还要拖好几天。这个就是信任的摩擦，它无处不在，它让协作变得贵、变得慢、变得更加复杂。而萨博呢，想用代码来攻克的正是这个巴别塔难题。陌生人越来越多，协作呢越来越复杂，我们就不得不靠更多的中介、更多的规则、更多的机构去兜底儿。萨博研究过，现代社会为了建立信任、处理纠纷、保证执行，付出的成本极其惊人。有些研究显示，在发达的国家，信任相关的成本，法律、金融、监管、保险等等等等，占到 GDP 的15%到20%。在发展中国家呢，这个比例会更高。这个意味着人类花费了巨大的资源，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验证价值、保护价值、争夺价值。萨博的洞察是，如果我们能够降低这些信任的成本，那么整个社会的效率都会大幅的提升。但问题是怎么去降低？传统的答案是建立更好的制度、更严格的监管、更完善的法律。但萨博认为这种方法有根本的缺陷。制度本身就是成本，监管机构需要资金来运行，法律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来维持，而且制度越复杂，成本越高，出错的可能性也越大。所以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思路，与其依赖制度来建立信任，不如创造一种不需要信任的机制。这个就是他发明智能合约的背后的哲学基础。90年代中期，那个萨博呢写了关于智能合约的早期文章。文章的开头，他用了那个著名的例子——自动售货机。Tom 呢重新审视这个例子，开始理解了它的深刻的含义。想想自动售货机到底是怎么工作的？你投币选商品，机器核对金额，然后呢，啪的一声，商品掉下来，找零也吐了出来。整个过程没有店员，没有收银，也没有经理，甚至现场可能连一个人都不需要，但交易呢依然完成了。双方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萨博说，这个就是智能合约的原型，一种能够自动验证、自动执行、自动结算的协议。但他野心远远不止于麦可乐，他想要问的是，这种机器的执行规则的方式能不能扩展到更复杂的人类的协作？比如说租房合同，传统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你和房东签订纸质的合同，每个月呢你需要记得交房租，房东呢要记得收租开收据，一旦扯皮呢，最后还得去找法院。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例子，在澳新，如果租客不交房租，你是很难通过法律的手段把租客给赶走的。即使你通过法律的手段把租客给撵走了，你也会付出非常大的经济成本和个人的精力。那如果是智能合约呢？你可以设想成这样，每个月的1号，系统自动的扣租，自动的转账给房东。如果余额不足，就会触发违约的条款。我故意举一个让人非常不舒服的极端的版本，甚至门锁的权限都会被自动的给暂停，直到你补缴。你会发现，你听着就觉得这个非常没有人情味，对吧？这正说明了智能合约一旦碰到现实，伦理、例外、人与人之间的复杂的问题会立刻反扑。再比如保险的合同，传统的方式是你交保费，出事报案，保险公司去调查，可能会扯皮，可能会拒赔，最后还得去打官司。
智能合约的版本会是怎么样的呢？系统连接到可信的数据源，比如说天气、航班的延误、地震的记录，一旦触发某个理赔的条件，自动赔付，没有人工拖一拖、卡一卡的空间。这个听起来非常美好，对吧？萨博当时想象的是大量人类的协议都能自动化，大量的信任成本都能够被砍掉。但紧接着一个致命的问题出现了：什么叫做可信的数据源？什么叫做可执行的条件？谁来定义？谁来喂数据？谁来负责出错？现实的世界远比自动售货机要复杂得多，而且这种复杂性正是萨博后来变得谨慎的原因。Tom 呢也终于的明白，萨博从一开始他就看到了智能合约的边界，它很强，但它绝不是万能的钥匙。1990年的中期到2015年，整整20年，萨博的智能合约一直停留在纸面上，不是因为他写不出来代码，而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现实世界太复杂了，你可以让机器来卖可乐，但你很难让机器理解人类的灰度、例外和纠纷。然后呢，时间来到了2015年，以太坊上线了。Vitalik 和他的团队把萨博的设想第一次做成了能跑的东西。人们呢，终于可以写合约、部署合约，让代码自动的执行复杂的协议。按理说，这应该是萨博最开心的时刻，他的概念终于被验证了，他的愿景终于落地了。但奇怪的是，从那以后，萨博对于智能合约的热潮反而越来越谨慎了。当 DeFi 开始爆炸，当创新项目层出不穷，当很多人喊出那句口号“代码即法律 ”，Code is law， 萨博的态度是什么呢？沉默，偶尔开口，也不是庆祝，而是提醒风险。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以太坊上的智能合约正在变成另外的一种东西。在萨博的设想里边，智能合约的目的是降低信任的成本，让协作变得更加简单。但在现实里边呢，很多智能合约反而带来了新的复杂、新的风险，甚至新的必须信任。举3个最典型的代价：第一， Oracle 外部数据问题，合约要执行，常常需要连接外部的数据，价格、天气、航班、比赛的结果。那么谁来喂数据呢？你还是得信一个数据提供者。这个就像自动的售货机，看似全自动，但价格的标签依然得有人手动的去改变。第二是代码的漏洞，智能合约一旦部署就没有办法去修改，但代码它总会是有 bug 的。2016年的DAO的事件，黑客利用代码的漏洞盗取了相当于当时大约5000万美元的以太币。第三呢，治理与裁决的问题，当合约出错或者出现了代码没有写到的例外情况，谁来拍板？到事件之后呢，以太坊社区发生了分裂，一派主张硬分叉来挽回损失，另外一派呢坚持代码写了就必须得算数。最后的结果你也知道，同一个社区分成了2条链。于是呢，出现了一种讽刺：为了去掉旧的中介，我们不得不创造新的神谕 Oracle； 为了废除旧的法院，我们却陷入了更不可逆的代码监狱。这个时候呢 ，Code 它就不是 law 了，而是 prison 监狱。这个正是萨博所忧虑的。Tom 读到这里，突然明白了那次会议上的一个细节：当 Vitalik 在台上激情演讲智能合约的无限可能的时候，萨博为什么会显得没有兴趣？也许呢，不是因为他不理解，而是因为他太理解了。他看到的不是技术的胜利，而是理想与现实之间那道巨大的鸿沟。要理解那个萨博的谨慎态度，Tom 需要理解他的一个核心的观点：技术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在今天的加密世界里边，几乎是一个异端的思想。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万能论的时代，每个新项目都声称要重新定义什么，每个新的协议都要颠覆什么。但我们是不是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呢？拿着区块链还有 AI 这2把锤子，把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当成钉子去敲。萨博的看法呢更加冷静，技术的边界不是由我们的激情来决定的，而是由现实世界的复杂性来决定的。你想把现实世界的协议全部自动化，那你必须得先回答3个问题：第一，
边界的问题。什么样的协议适合自动化，什么样的不适合？自动售货机可以，因为商品是标准化的，交易是简单的。但一份离婚协议呢？一份艺术品委托创作合同呢？想象一下，一个智能合约试图根据代码去判断一幅画的艺术价值，或者裁决一段婚姻当中的情感伤害，这立刻就显得荒诞了。这些涉及主观判断、情感因素、创造性工作的协议，真的能够完全自动化吗？第二，异常处理的问题。现实世界永远有例外，传统的合同遇到例外可以去协商，可以去仲裁，上法庭，但智能合约遇到例外怎么办？继续按照旧的代码去执行，可能会产生荒谬的结果，甚至执行出灾难。如果靠人工临时的去介入，那你最初追求的自动执行到底还剩多少？第三，升级的问题。法律是会变化的，社会规范是会演进的。传统的合同可以去修订，可以去重新解释，但不可以变的智能合约如何适应变化的这个世界？萨博很早就看到了这3道墙，所以他虽然发明了智能合约的概念，但从来没有声称它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他更像一个制度现实主义者。什么意思呢？他相信技术能够改善制度，但不相信技术能够替代制度。他相信自动化能够降低成本，但不相信它能够消灭所有的成本。他相信代码能够执行规则，但不相信代码能够制定规则。这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技术傲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现在的 DeFi 世界里面充满了这样的声音，我们要消除所有的中介，我们要让一切来自动化，我们要用代码来治理世界。但当这些项目遇到现实问题的时候，结果往往是治理代币集中在非常少数的人手里，形成了新的中心化。智能合约出现漏洞，需要人工去干预来修复。去中心化的协议被监管机构约谈，创始人不得不露面去解释。这些现象都验证了萨博的预判：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是技术可以简单覆盖的。试图用技术来绕过所有的制度，往往会创造出新的、更加复杂的制度问题。Tom 到这里终于明白了，萨博在会议上的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理解，理解技术的边界，理解现实的复杂，理解理想与现实之间那条永远存在的张力。那么在萨博看来，智能合约应该用在哪里呢？答案是那些规则明确、标准化、低争议的场景，比如说数字版权管理、音乐、文章、图片的使用授权可以自动化，供应链跟踪，商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流程可以自动化记录和验证，小额的支付、微交易可以自动处理，降低传统支付的摩擦成本，参数化的保险基于客观数据，天气航班延误等等等等的保险可以自动的理赔。注意这些应用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它们都有明确的可以量化的触发条件，它们都不需要主观的判断，它们都可以通过可信的外部数据源来验证。但对于那些涉及更加复杂的判断、主观的因素、社会关系的协议，萨博的态度是非常谨慎的。他不认为智能合约应该替代法院，也不认为代码应该替代法官，更不认为算法能够替代人类的智慧与同情心。这种谨慎呢，在今天来看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见过太多的 DeFi 协议因为经济模型缺陷而崩溃，见过太多的 NFT 项目因为版权的归属陷入长期的争议，见过太多的DAO因为治理的分歧直接分裂、内耗、失控。这些问题呢，其实都源于一个最根本的误解，以为技术可以绕过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但萨博呢，从一开始他就知道，技术只是工具，不是解决方案。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技术与制度的融合，需要自动化与人工监督的 balance 平衡。智能合约的价值不在于替代传统的制度，而在于优化传统的制度；不在于消除所有的信任，而在于降低信任的成本；不在于让一切自动化，而在于让那些应该自动化的部分自动化。Tom 的思绪呢被拉回到了现实，他突然想起那次会议上的一个细节：当Vitalik走进会议室，看到台上的那个萨博的时候，那种几乎是本能的
停顿以及发自内心的敬意。现在呢 ，Tom 终于读懂了那一瞬间，那个不是对技术天才的膜拜，而是对思想深度的敬畏。维特雷格很年轻，但他足够的聪明，知道萨博的价值不在于发明了什么，而在看清了什么。他看清了真正改变世界的往往不是某一个技术的本身，而是对技术边界的准确的认知。真正危险的不是失败，而是自信过头。真正稀缺的不是万能钥匙，而是知道哪些门能够打开，哪些门不应该被打开。这个就是那个萨博的真正的价值。他既不是盲目的技术乐观的主义者，也不是消极的技术悲观主义者，他更像是一个制度的工程师。他关心的是规则怎么设计才更加可靠，机制怎么安排才能够更加的节省成本，人类的协作怎么组织才会有更少的摩擦。但他也始终清醒，任何的设计都有边界，任何的技术都有局限性。关键从来不是能不能做，而是该不该做，以及该用在什么地方。而这种清醒呢，在今天的加密世界里边尤其珍贵。好的，今天的这期呢，我们讲了那个萨博的第二重身份——智能合约的制度现实主义者。下一期呢，我们要讲他更核心也更锋利的身份，一个试图重新定义人类信任方式的制度工程师。你会发现他所有的思想背得够的智能合约、法律的理论，其实都指向同一个终极的问题：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边，我们如何建立更加可靠的协作机制？好的，在结束之前呢，我想留一个具体的问题给到你：你见过的区块链的项目里边，有没有哪一个让你觉得它正在陷入萨博警告的那种技术傲慢，试图用代码去解决本质上本应该需要人类判断的问题？反过来，有没有哪一个项目让你觉得更像制度现实主义，懂边界、懂代价，也懂曲折？这里是加密星球，感谢你能够看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种讲故事、讲逻辑的深度内容，请点赞、订阅、转发，也欢迎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社区吃瓜群众自治社，入口呢在外网频道的主页。我们下期再见，谢谢，再见。